你不走死，如果你听我父亲的话，你把所有毒品交出去，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，我甚至都不参与走私。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向修远。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一个一个的找水客，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会屈服于欲望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。你别以为你是上帝，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，还因此害死了郭聪的父亲。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，为了让你过得更好，郭聪。我不要你对我好，我要我的爸爸，我要我自己的父亲。你听没听得懂啊？聪子，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呀！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！你对不起我师傅，你对不起我父亲，你对不起邓姐，对不起钱姐，对不起沈腾腾，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去的水客，他们都是因为你。我告诉你，向秀远，你永远也取代不了郭聪的父亲。闭嘴！张宇，别说了。没事，师傅。张宇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输了，你们赢了。郭聪，15年了，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就我们3个人，谁都跑不了，都得一起死。萨子义做不了主，杜丽没选择，龙硕也没选择，肖大宝也没选择，你们都没得选。今天都必须死！都去死！去死吧！哈哈哈哈！都别慌，都得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玩的准话。靠赵传，靠赵传！哈哈哈哈！老爷，控制方向！我不知道怎么弄了。解除自动驾驶。
傅，船停了。向良号15115，请跟随海警船入港。疯了！你赢了，我输了。这一直都不是我们俩的战争。你太天真了，人性里的恶是去不掉的。你真觉得你能守得住？其实你一直都错了。我们坚守的意义是一直坚守。只要国门在那儿，我们就会守在那儿；只要我们守在那儿，人民就会安心。当然，也会有一些人以身试法，会有漏网之鱼。但只要我们守在那儿，就会把他们绳之以法。我一直记得郭松说过一句话：每个人都不是完人，每个人都有性格裂缝，一定会有人试图把黑暗和罪恶塞进裂缝里，但我们要做的是把光亮照进裂缝的人。天黑了，黑了。咱们医科以后还会有人走，也一定会有人来，因为旅检医科会一直在，国门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师傅。
师傅走以后，我总觉得是我不够争气，所以我不敢歇，也不敢停，好像我多熬一会儿，我的愧疚感就能轻一点。陈教官，今天休息，您说您大早上就给我们带到这儿来，年纪轻轻的睡那么多觉干嘛？我们捡垃圾，海里的鱼需要，看似我们是在捡垃圾，某种程度来说啊，是拯救了海洋里某一条鱼的生命，这就跟我们干旅检一样。哎，你们看看前面，所以说嘛，咱们不是孤单的，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只要我们不停止，这一片海滩呢，一定会有洁净的那一天。如果我以后呢不能经常来，你们要站好这班岗啊，经常呢过来海边捡捡垃圾。看着这无边大海，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师傅带着我们捡垃圾的意义。我们要做的从来就只有一件事：守住国门。这需要一群人一直做下去，哪怕过程中有遗憾，但重要的是别着急，一直做下去。回头看，那里有一扇门，等着一个人。回来了，儿子。哟，疯子回来了。哦呦，你从哪儿回来？得搞成这样啊！你快去把衣服换了，把鞋脱门外去啊！啊！妈，你给我倒杯水吧，渴死我了。你看他，哎呀，还像个孩子。哎呀，你没觉得他情绪好多了吗？是啊，刚才在楼道里唱歌的是他吧？我听着像。要是这样啊，我这颗心呐，可算是放下了。哎呀，来，谢谢妈。疯子，哎，你这是刚从菲姐那儿回来啊？我去海边捡垃圾去了。捡垃圾？为什么呀？保护海洋环境啊，我师傅的遗愿。哎，对，护照、签证都取回来了，放着。哎呀，我去不了喽。你那申请海关没批下来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本来去旅游也不是我的本意，人嘛，有时候也想静一静，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又建议我去澳洲，说那边远，然后换个环境也挺好的，觉得 OK 没问题，所以就答应了。但现在想一想吧，我又不想去了，所以我准备跟海关去说一声，就把那个申请给撤销了。你不出国了？我得回单位上班啊。疯子，你忘了你师傅临死前的遗愿了？他让你离开的。
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。最近我想了挺多了，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，想到师傅对我的鞭策和鼓励，他老是跟我说，让我要替他守好这个国门，啊，替他站好每一班岗，还要不要辱没这身制服。关键是，我在辞职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放弃我呀。他让我离开海关啊，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？你也知道，他肯定就是糊涂了。他这糊涂跟清醒中间切换，这我们也看不出来。也有道理。还有就是，就算我师傅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心灰意冷，想让我辞职，我也不准备辞职，因为我觉得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。不光是为您，为我妈，还是为千千万万家庭，我都要守好这个国门。我洗澡啊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妈都想为你鼓掌了。虫子，你要真想好了，就放手去做吧。啊，好嘞。嫂子，那个签证、护照回头让松子收好。这几天净忙活他的事儿了。你看这么好的天儿，啊，好几天没钓鱼了，耽误大事儿了。我走了，下几杆去。好，慢走啊。哎。哎，于姐，你说这都好几天了，郭哥还没回来，他不会真的？不会，他只是需要时间。那你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分析分析，郭哥他现在算是什么状态？心理学的角度。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信仰崩塌之后，自我身份焦虑到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里吧。所以无论是去菲姐那儿还是出国，其实都是心理防卫机制引发的一种隔离行为。但是这种出走很可能会换来更好的回归。没听懂。哎，反正是不是更好已经不重要了，他能回归就行。哎，这沈大小姐不是冲着咱俩来的吧？来者不善。涛姐今天飞哪儿啊？张宇，你是不是要跟我抢郭聪？啊？喜欢又不敢承认，专在背后搞小动作，这种人我最看不起了。不是沈涛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在背后搞小动作呀？郭聪本来已经决定去旅行了，可是上次你去鱼排找过他之后，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。张宇，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？他把行程取消了？谁告诉你的？郭聪刚刚在这里亲口告诉我的。郭科现在在机场啊。不好意思，告辞。哎，张宇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沈小姐，祝你成功。你小子再不回来，老火马上就要给你制作怀念特辑了。我没有，我相信他，他知道吕简一科需要他。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还走吗？不走了。郭哥，
你真回来了！刚刚雨姐还跟我说呢，说你什么出走还是什么回归了，还真被你说准了，你太牛了！怎么着？你还闹出走啊？现在迷途知返了，真是善莫大焉啊！行了，安协会，快点。怎么回事？郭柯回来了，你也不提前告诉我。刚知道。下不为例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提前上报。来，你给我这个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道个歉，因为我个人原因耽误了科里工作。刚才老火说啊，吕检一科需要的嘛，其实是我需要吕检一科。8年了，我从之前一个愣头青变成了现在的郭总，一个找到个人价值的人，是因为我师父，还有就是因为你们，所以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之前欢迎张瑜那词儿又能用上了啊！咱们这次欢迎郭聪回到咱家，来，欢迎郭聪回到咱家。这位，你好，看一下您的护照。好，这边请。对，谢谢。你这也不需要不是？你今儿有点不一样了，老笑了。你好，这小姐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。好的，我给你个7、8元。哦，对不起，真是不想回答。谢谢，给你。郭柯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。这月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就是。小伙子精神。谢谢，这边谢谢。顾阳，快点走了。你好，需要开箱检查。哎，好。妈妈，你看解放军。那是海关叔叔，像解放军一样也是保护我们的。叔叔好。你好，几岁啦？6岁。6岁了，大姑娘。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想当海关。那你要好好读书哦，长大了考海关。到时候你要来海关之后，那我们要一起坚守国门喽。好。OK， 那叔叔在海关等着你。好，谢谢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怎么样？都正常了？正常，挺好的。师傅。你今天笑的有点多呀。因为我被需要了呀。之前就知道要抓走私分子，很多朴素的美好都忽略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好，需要开箱检查，谢谢。啊，让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您忙，老板啊。好。
老板，你放了多少烟啊？这把卖烟的打死了。哎，哥，我三儿，哥，咱俩一个看守所的，哥，是我，三儿，哎，哥，坐，哎，啥时候出来的？我这出来有几个月了，我在那边看着像你，过来跟你打个招呼。怎么着，一块儿吃点儿？哎，好，哎，谢谢哥。老板，2瓶啤酒，5个腰子。哎，这个，咱这也算是一块儿吃过苦的兄弟。三儿，我这还有事儿。我把账给你结了。我先走啊。哎，别！哎呀，您坐，您先坐。我来找您啊，正事儿。你找我有正事儿？我呀，手里有一个好货，无力，不着急脱手。你什么时候倒腾这东西？我刚出来啊，我不想沾这东西。哥，您之前不是做进出口的吗？你就帮我找一国外的买家，把这东西送出去就行。我给您20个点。进出口，你把我讲的挺高大上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出来以后，就没再干这个。你找别人吧。哥，我哪认识这样的人啊？您这样，你要是实在不想沾，您给我介绍一靠谱的朋友也行。介绍费我给您10个点。留个电话。找着人了，我告诉你，中介费你也不用给。谢谢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沾这东西。你要是折了，别把我抖了。哥，你放心，规矩咱都懂。我呀，不能害你。行，等我消息。不过哥，我找你事儿啊。死了。好了。好了。坐下。是一副远大的吧？你接下来咋弄啊？后面我就把这消息报给上家，让他们接不接这单货呗。那怎么报啊？报上去，他说弄你信儿。
也不知道啊。一般我就是把消息报给上面，然后呢，我就等消息了。往上报，那不成人家的活了？你挣个屁钱啊！哥，我就是个马仔呀，这么大的活儿，哪儿轮得到我呀？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往上报，要不然，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行，你自己琢磨吧。别忘了，有个信儿告诉我一声。那肯定的，爸，这你放心。走吧。那我赶紧走了。再见。哥，喂，玩你的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。公子回来了。哦呦，你从哪儿回来的？搞成这样了啊？他让我离开海关啊，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？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。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。可以啊，伙计，你这一会儿已经上了好几条了。哎呀，看我这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刚才一直在那儿换地儿，没准你刚走，鱼就上门了。也对，我就不挪窝了。嘿，上鱼了！哎呦，个儿不小嘿！我的竿儿，我的竿儿，算了，别捡了。这儿水深水又凉，为了个竿儿不值得。那可不行啊！这是我刚买的竿儿呀，这要是没了，再管我老婆要钱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钱没了好办，命没了可就麻烦了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命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这点小水，闭着眼睛都趟过去了。哎呦，救命啊！我被水獭缠住！哎呀，救命！哎呀！我被水獭缠住！我劝过你了，是你不听的。哎！哎呀，救命！喂，110吗？我报警，这里有人溺水了。
是我劝过他，我说这水深，而且水很凉。他不但不听，还骂了我一顿。那你看见他有危险，怎么没施救？我不会游泳，这也有错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第一时间就报警了，主要是这里太偏了。是不是没事了？没什么事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可以了。后面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我们再联系你。哦。找到了，尸体找到了。喏，这是你相叔啊，今天刚调上来的，特意拿过来的。聪子，你这不是就回海关工作了吗？正好我今儿钓的鱼，拿过来给你啊尝尝鲜。谢谢叔，正好可以庆祝我回游。老乡，真得提醒你，你个想法很危险呀！你这是在给走私分子开脱。哎，你提到走私分子了，那我就跟你聊聊这个走私分子。你们旅检这些年抓的都是骡子，这些人为什么做骡子？因为他们被走私集团蒙骗了，他们只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，弄得家破人亡。听上去你还挺可怜他们。能不可怜他们？他们只不过就是走私分子运输的工具，他们根本就不懂法，有的不知情，你说可不可怜？选择，老陈，这是选择问题。哎，就像当初你选择去海关一样，这些人他们是选择成为骡子，他们选择成为犯罪工具，他们不值得可怜。你太冷酷了！我这不是冷酷，我这是冷静。因为我了解他们，他们有欲望，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欲望。这些人他又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得到，他想走捷径，恰巧这会儿有人给他们搬来了梯子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要抓这些搬梯子的人，尤其是走私团伙里的艄公。他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，你，老陈，你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你的问题？啊，我问你，你能守住吗？你能守多久？你守不住，多久你都守不住。不光是你，还有聪子，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，你们都守不住。不争了，我去给你叫医生。
3年前被你捣毁的那个沙子一集团，他们并没有覆灭，他们又开始活动了。还有那个娃娃，他也出现了。我相信这些聪子肯定告诉你了，可惜你记不住。你怎么知道我从不能诉你是那个小老陈啊，你还是那么自负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聪明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比这个多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付出都是无用功，你自己，你现在就像是一条无助的老狗，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，谈何守主啊？可惜我从不会走你的老路，我会把郭聪从海关救出来。我不配，我收了他15年，我不配。告诉你啊，刚才你说的，他是我半个儿子，我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老乡，有个情况我再跟你说一下啊。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。什么意思？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，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，能够正常交流了。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， 也就是重点清醒，类似于回光返照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啊！阿香，别激动啊！别激动，我去叫医生。阿香，别走！医生啊！别走！医生！再见，老伙计。
老张看过了，花是眼角装下来的，是不是照用的真迹？等去旧了再找人看一看。老张说了，至少值100万美金。买家联系好了吗？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图片刚放出去就有一堆人上来询价了。我的意思，先把话弄出去，好好理解一下，再去说。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意思了？理解，我这不是在你的意思吗？那你准备怎么往外运啊？你看，话语真大。我让老张提前3遍了，倒是有3个骡子带出去，也算有被知道的。单片也只是这样的。行，那你去安排航班，还有那边落地以后的事情吧，尽快。齐活儿。姐，这么多年，别的不说，我这手艺没丢，看见了吗？火候刚刚好，色香味俱全。易先生，是我。我知道。照片我收到了，这些都是骡子吗？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。照片的背面，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。你需要骡子的时候，就去找他们。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？不用，我知道该怎么说。怎么了，姐？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。他这个人有能力，很神秘，他就不正常，他哪来的反常啊？你想啊，他之前是只负责找骡子，但是我们怎么用谁，他从来不过问。今天我跟他提起这幅画的时候，他指定要陈伟、宋律师，还有那个倒腾画的事主来做骡子。而且在这里边吧，只有这个宋律师是他找来的，剩下2个人他就没见过呀。那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呀？我要能想出来，我就不在这儿想了呀。反正肯定不正常。还有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已经好久没有问过娃娃的事儿了？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，不告诉咱们呀？很有可能。姐，我说句不该说的啊。他不是跟咱俩一起打江山呢，他不像我一直跟着你，咱俩一条心。上次扳倒萨子伊那几个娃娃，他都知道，但他没给你交底儿。就冲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不防。找机会，我们是该摸摸他的底儿了。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。沈副科长，最近有没有文物要出入境的信息啊？暂时还没有。
聪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这2次的娃娃似乎不是专门给我们的。3年前的娃娃相对还比较隐秘的，只有我们海关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但这2次的娃娃有些故弄玄虚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除了对海关，他们好像还有些信息要跟别人传递。我记得大宇之前说过，这个人可能想借用娃娃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过去，想借由海关之手除掉一集团。不管他们是黑吃黑，还是另有什么目的，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国门，就行了。是。姐，这娃娃又出现了，阴魂不散啊！这明显是冲着这幅画来的。我觉得这单货不对劲儿，从那个易先生开始就不对劲儿。姐，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啊？这单货先别走了，继续走的话，撞枪口了怎么办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们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姐，这啥时候了还整词儿？你怎么连这句都不懂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，不能货丢了，人还折进去了。啊，我明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呗。这样，我先给肯打电话，让他把货停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给易先生打个电话。又是他，他肯定不傻，他的想法跟咱们是一样的。首先，停单这么大事儿，我得告诉他。另外，我还有个预感，我要看看他的反应。易先生，杜丽，易先生，是我。娃娃又出现了，您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您好像不太惊讶呀。我一直在等他的出现，如果他不出现，我才会惊讶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娃娃的出现，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放娃娃的人是谁了。是谁？是龙硕。龙硕啊！杜丽啊，我一直让你们找龙硕，结果你们反被龙硕摸上门了。你知道吗？龙硕早和你手下的陈伟搞到一起去了。这不可能吧？摄影展上的视频就是龙硕拍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。我问过你，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？你怎么说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。我问过你，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？你怎么说的？你真的查过吗？如果你查过，你就一
定能追到龙硕。龙硕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龙硕是萨子怡的情人，萨子怡现在死因不明，难道他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？谁占了萨子怡的地盘，谁的嫌疑就最大。他不找你找谁啊？他找不到，所以他才用娃娃让海关帮着找。我这么说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可是，陈伟也不认识我呀。他都没见过我。那 Ken 呢？作画的事儿是 Ken 直接参与的，龙硕是不是已经找到他了呢？不应该吧？杜丽，我看你现在日子过得是不是太舒服了？你已经开始像当年的萨子怡一样养尊处优了。我劝你啊，最好别学他，否则死到临头了都不知道。好的，易先生，阿 Ken 那边我会派人去查，一定会好好查。那这幅画是不是就先不走了？不，必须走。为什么呀？背离了自保。第一，陈伟现在已经是龙硕的眼线了，这种人你还要留？第二，宋律师那边诬告郭聪不成，你觉得海关不会查他？第三，这幅画是元代的文物，你觉得倒腾这个画的人身上能干净？这三个人任何的一个都能给我们带来麻烦，所以他们已经是弃子了。让他们继续走画，等于是放他们一条生路。走得掉，他们就去海外花天酒地；如果走不掉，杜丽，你就担心一下你的 Ken 吧。易先生，你知道这么多，为什么之前一点信息都不给我呀？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猜测，结果都需要娃娃来证实，我怎么提前给你啊？那您这个推理让我损失也太大了。断腕求生，你懂不懂？我们现在不过是丢了几根手指，如果再耗下去，整条胳膊就都没有了。如果这一关你闯过去了，你就继续找龙硕，他才是症结所在。唐什么错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死马当活马医，接着走。不是姐，那他们如果真的折了呢？那就是他们的命。